哎，马哥，你今年几岁啊？ 54，哇，你要小心啊！小心什么？你有看到有个报道啊在本地超过60岁以上的国人啊，有3%到4%的人啊有青光眼啊，哇！而且到2040年啊，估计啊，全球患上青光眼的人数会超过1亿人哦。哇，你不要笑我，那我要怎么办？哎呀，放心啦，看我们这个节目就可以啦，会告诉你啊什么是青光眼，症状有哪一些。那为什么患病几率会随着年龄提升？是，那为什么它被称为无声小偷呢？那患者分享故事，希望可以提高民众警觉。是，那中西医的治疗方式又有哪些？通通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你说青光眼患者会不会真的看到青色的光？照理来说应该会啦，不过这个还是问专家比较保险，好不好？当然。马上有请国大眼外科主任许德章副教授，还有我们2位艺人朋友郭慧文，还有一双色眯眯眼睛的陈建斌斌哥，欢迎！来，欢迎来做客，请坐。来聊聊这个青光眼啦。对，首先想问一下2位嘛，郭慧文先来了，你们有没有照顾眼睛的习惯？对，有啊，因为我常玩手机，然后我就会留意说不要把那个手机的亮度调得这个重要亮。对，还有就是会把手机就是拉远一点。不是越看越近哈。是。我看电视，如果觉得眼睛有点疲倦的时候，是我就即刻停，我就不会继续看下去。休息一下 OK， 对啊，很好。 OK， 有没有老花的问题啊？慧文会有吗？其实我小学1年级的时候就有严重的近视。那我听朋友说，就是有严重近视的人呢，他们就不会有老花。好像有这个说法了。我也听过啦，问一下真的吗医生哈。如果你近视还是高度近视的话，这个就会比较延迟一点，还是会有老花眼，只是呢这个老花眼比较迟一点比较迟一点。比较迟哦。对，比较迟一点。那斌哥应该没有老花吧？如果严格说，应该是初级老花了，轻微的。所以我看手机啊，我还是很清楚的。应该是还蛮健康的，我的眼睛。OK， 那刚才我们聊到保护这个眼睛保养的方式，像我本身，比如长时间用手机，我也是就闭目养神啊，眼睛干涩点个眼药水啊，甚至有吃一些保健品哦。那还有什么其他保养方法？在20分钟阅读过后，就要休息20秒。分钟，20秒，20秒，看远20 feet。 OK， 20 That's right。所以看20 feet 就是看远就对了啦，对不对 ？OK， 那还有什么其他保养的方法要注意的吗？就是有些小朋友嘛，就可能眼睛有点痒啊，就是揉，有些时候还揉得很大力，对吗？对。那有些时候会伤害到眼睛，还是会导致有散光。揉眼睛会患上散光的问题啊。这个我要跟我儿子讲了，因为他每一次就是眼睛很痒的时候，他就很大力的去揉。那你孩子还好，有时候我孩子揉到我这边来，你知道吗？他自己揉完了揉我，再揉你的。原来会有散光。OK， 明白。那我个人是很想知道，到底什么是青光眼？常听到这个名词。青光眼呢是一个慢性疾病。那我简单的来解释好不好？好。比如这个是那个模型，对，这是眼睛啊，我们眼球的那个结构，对不对？是的。所以呢，打开来讲呢，这边是眼睛的前端，对，这边是眼睛的后端啊，这个是视神经。一旦有青光眼呢，视神经呢就受损了。可是为什么视神经会受损呢？对，普通人的眼睛这个睫状体呢会制造液体，是这个液体呢就会跑到前方，就在这个眼角这边就吸收了。那如果这有平衡的话，眼压就不会上升，就没问题。对了，但是有青光眼的病人呢，吸收水的功能呢就比较弱，液体呢就积在眼睛里面，对，是眼压就自然的上升，就提升了。对了，它一提升呢，它就会压到视神经，导致这个视神经受损，那个视盘就越来越糟糕，越来越衰落了。OK，你说的这个液体，它是发生在眼球内部吗？是的。这个是在眼睛里面。那比如说你所谓的那个水不能够通过，对不对？然后你又不舒服，然后开始滴眼药水，那个眼药水进入眼睛之后，它会不会越积越多那个水分？
如果是普通的药水，比如干眼症的药水，它是不能跑进去眼睛，所以是在表层上才 OK 是不一样的哈。哎，那为什么青光眼是叫青光眼？是真的是会看到青光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对，大多数的病人呢是不会看到青光的。这个历史上呢是这样讲，以前呢对青光眼的了解不是很好，所以呢就没有早一点治疗。等到晚期了后，眼睛里面的水晶体硬化了这个眼角膜也是有水肿了。对，那从外面看起来呢，好像眼睛有发青光。可是那个要很严重啦。是的，所以现在就比较少见了，因为青光眼呢，我们就知道怎样治疗。而且比较容易早发现。是的。那医生 OK 那个眼睛会不会特别肿啊？你说眼压嘛？是的。那如果眼压是慢慢的上升的话，那大多数的病人是没有什么症状。如果是在讲急性青光眼的话，眼压突然间上升2倍、3倍，那这个眼睛就会痛、红，头就会痛、想吐，这个叫急性青光眼。OK，那据我了解，如果患上青光眼的话，你的视野越来越小，对不对？是的。所以在初期的时候呢，中间的视力都是很好的。是。所以呢，大多数的病人患者就不知道他们有青光眼。OK。等到太迟了，连中间呢都开始看不到了，就来不及了，就难治了。所以它是说一点点让你没有知觉嘛，是慢性。对，所以一点症状都没有。晚期呢就开始有症状了。眼压如果一上升，刚才所提到了，眼睛就开始痛，开始有头痛，胃口可能不好。那比如我的病人，他是个德士司机 ，OK， 他在驾车不知道有青光眼可是因为视野已经失去了，就看不到旁边的车辆，出了车祸。哎呦，出了车祸进来医院才察觉到有青光眼，他是有青光眼。所以你看青光眼它有一个匿名有一个 nickname 就是说无声小偷啊。是呀，就是有这样的原因在那，因为你有那个症状，你根本发现不了这样。对。那有几个风险因素呢？青光眼是因为年纪比较大 ，OK， 可能家族有人家有青光眼基因呢也是一个 risk factor。我觉得慧文你要担心的是，你的近视很深对不对，医生？是的，所以高度近视对也是一个风险。对呀，是其他的风险呢，就比如如果有糖尿病还是呢，以前眼睛有受过伤，有发炎，长期有吃内固醇眼压也是会上升，青光眼的机会也比较高。听说有一个最新的研究有发现，还有其他的症状会导致青光眼。英文就叫 sleep apnea， 睡眠窒息症。是的。为什么呢？在睡觉的时候呢，因为脑部缺氧，对，缺氧呢，那个视神经也是会受损。缺氧的关系啊。这么说是不是只有大人才会有青光眼？小朋友会不会？小朋友也是会有青光眼，不会吧？可是比较少数，小都会，是先天的，少数。先天的了。那今天既然医生都到了，我们就干脆给你做个视力检查了，好不好？哇，当然啦，免费的 OK 啦 ，OK 好。广告过后我们再见哈。好，我们现在请医生来做视力的检查了，好吗？各位紧张吗？不会啦，什么紧张？是 result 出来之后如果不好，那个就开始紧张。OK， 好，来放松来。现在呢，就看到的是眼睛的前房，你可以看得到眼睛的眼角膜，它有没有疤痕还是其他的这个问题？它有点血丝，OK 吗？这些血丝都是正常的，正常的。现在呢，我们就看有没有闭角型的这个青光眼的风险嘛？哎呦，紧张了。这个步骤呢，就看眼睛的前房是否窄小，还是呢是开放性的。所以是正常的。是正常的吗？对了 ，OK。所以呢，我就要用一些镜片来看进眼睛里面。如果有青光眼，眼珠里面的那个视神经呢，就会有一些出血呢，还是它的视盘呢有受损。OK。所以你看得到的是国黄的这个视盘，看得到吗？看到就好像月亮这样嘛，对吗？对。而且它的那个血管全部也正常，青光眼的风险就不高了。不高。好，我们就看左眼好吗？左眼，好。所以这个就是看到那个眼珠内侧的神经。是的，这个是眼底了，看到眼底了所以国黄左眼的视盘全部也正常。好，那目前测试都一切正常嘛？那现在要测什么呢？
测眼睛的压力。 OK 好，这个呢就要放一些药水，这个药水是麻药来的。对，放了过后呢，裂隙灯就会接触到眼睛。 OK，好，哎呦，哎，这个是要动到眼球的。是。的，所以要接触到眼球。哦，那一定要放麻药了，不然会对了不舒服嘞。一旦接触了眼睛呢，我们就可以调整仪器的测量。所以呢，Mark 的这个右眼的眼压是11， 11是正常的。大多数来讲，20以下是正常的。 20以下，是的，虽然接触到眼球，可是呢，它不挣扎也不痛啊。所以另外一只眼睛目前我们来看看，这个的眼压也是指数11，正常。都正常，两个都11。是的。 OK 那么我们是不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应该要去做这种眼睛的检查？到了40岁过后呢，如果家族有青光眼啊，还是你觉得你的眼睛有什么症状啊，是就需要看一个眼科专科来去检查一眼睛下。对，那如果一般人呢，多久检查一次？过了60还是65岁呢，就每年还是每2年就例行检查。是。好，待会儿呢，我们还是有这个中医师哦会加入讨论哦，看看从中医的角度呢是如何看待青光眼哦。好，马上欢迎苏成吉医师啊加入我们讨论哈。那请问一下苏医师哦，这个中医是怎么看待青光眼？好，青光眼呢，中医古代称为青风内障、绿风内障，主要是那个瞳孔区会显示出一种青绿色的光的现象。 OK，所以就叫做青光眼。青光眼哦，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明白明白。那么我们中医认为呢，眼睛呢是跟肝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的肝血充足的话，眼睛呢就会比较明亮。对。如果肝郁气滞呢，眼睛内的房水排出不畅，是引起眼压升高，并发青光眼。哦，所以跟西医的想法就差不多一样嘛，对不对？那么当然，今天我们也请到了这个患者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经历。没错哈，我们来欢迎他，好不好？好，有请王立恒先生，欢迎，欢迎王先生，来，小心小心，本身也是有青光眼的问题，对，跟我们聊一下你的情况好不好？好，那你今年几岁啊？我今年66，是在几岁的时候，然后是什么情况发现有青光眼？是大概是在2005年，OK，那时候我还不到50岁了。OK，哇，不到50岁啊？是啊 ，OK，因为有一次我要去换我的这个眼镜，这样我去这个眼镜店呢，就要配新的眼镜啊。是，搞来搞去啊，那个眼镜就不能适合我，怎么换都看不清楚。我就认为可能这个眼镜店的那个技术有问题了。其实不是啦，让他老板说，哎，你要去给这个医生专科医生，你说你的技术有问题，他说你的眼睛有问题，互相讲。然后嘞，给他说对了啦。啊，当时会严重吗？其实我看东西是比较模糊一点，哦，但是不是说质疑你的整个视野会越来越窄，我不会这样哦。你当时发现的时候是属于第几期啊？你觉得就没有这样算第几期？没有算第几期，可能医生会有吗？有算几期的吗？可能算是中期的吧。中期的啦。所以当时有做什么样的治疗吗？就是用药水，差不多整10年了。然后到2016年呢，这个 Prof 就跟我做一个眼睛的手术了。什么样的手术呢？是一种传统性的引流法手术，所以呢，这个管子呢是来帮助 Mr. Ong 减低眼压的。哦 ，OK， 所以是不是当时用眼药水还是没有办法减低眼压，才需要动手术？大多数的时候呢，眼药水是有帮助的，可是有些时候不足，还是有副作用的。是这个呢，就要下一步就做手术了。OK，所以说从你10多年前开始治疗到现在，差不多18年了。对，你觉得眼睛的视力状态怎么样？看报纸或者读书，我就很少做了因为我会发觉到比较吃力，但是手机啊、电脑啊，resolution 都是很高，都是很高，所以对我是没有影响的。已经开始退休生活了嘛？都在做什么比较多呢？照顾小孩子啊，你的孩子很小，你弄孙呐，孙带孙哦，而且据我了解还有画画对吗？现在还有画画，哇，这是他的作品，哎呦，专业嘞，哇，你是兴趣来的啦哈？兴趣来的，学多久了？还没有退休之前呢，大概2015年开始就画了。OK，这10年当中不断的治疗，就是没有进步，只是维持而已，是吗？因为这个青光眼，如果你的神经损坏了，就已经是坏了的所以你只是要继续照顾那些好的，不要恶化，不要恶化，对，不要让它就是这样化。了解。那问一下王先生呢，就是说，这次患病的经验呢，你有得到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到我发现的时候，其实
我的损坏度已经是差不多一个程度了啦。对如果我能早一点发现，当然是最好。是最好。所以最重要是有这样的一个尝试啊，你就会知道。但是不要害怕了。我初的时候我是很害怕，我是怕我本身到底会会不会瞎眼？我是会有个心理压力，因为一定会有这个压力。所以我那时候找了很多个医生。刚好我们今天有中医师啦，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要问中医师就是说中药还是什么我们可以吃可以帮助的。枸杞汁，枸杞，对，因为这个枸杞汁呢，它可以清肝明目，而且枸杞汁呢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对，那么叶黄素是一种抗氧化剂和光的保护剂，它对于保护我们的眼睛有着非常明显的效果，特别是对这些视网膜病变和黄斑病变的患者呢，帮助很大的。那如果说眼睛没问题，我们摄取多一点的这个叶黄素是可以保护到眼睛，对不对？对，枸杞子之外呢，也可以补充红萝卜、玉米、番薯、奇异果这类都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对我们的眼睛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OK， 好，那今天也是要谢谢王先生跟我们做那么多分享，谢谢你。好，谢谢。如果青光眼是初期的还是中期的，就可以用微创手术。结膜开的那个伤口比较小，是恢复的时间也比较快。杞菊地黄汤地黄汤杞菊地黄汤加减是可以治疗视觉比较看东西不清楚甚至迎风流泪、怕灯啊、怕光啊、怕风啊，效果都不错的。那其实刚才呢，我们有跟王先生有聊到他治疗的方法了哈，比如说滴眼药水是吗？是怎么样的一个治疗法？青光眼头一个步骤呢，就是要控制好眼压，所以眼药水是控制眼压。是的，有不同的眼药水，它们的功能呢都有不同的功能。不一样大致上来讲呢，它的功能有分成2种，第一种呢是来减少液体的制造性，另外一种呢是来 increase 那个排水的那个功能。眼药水这样用是要用一辈子吗？是长期的。长期的。所以这种眼药水是普通的那些药房就不是不能乱滴的。是的，这个是要特制的，而且是要配给要看病人的这个严重度到。是的。那如果说像刚才他是到某个严重程度，就是要动手术，是不是？如果青光眼是初期的还是中期的，就可以用微创手术，是比较先进、比较新的手术。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呢比较快，结膜开的那个伤口比较小，恢复的时间也比较快。Mr. Ong 呢，他的那个青光眼是属于比较晚期的，所以 Mr. Ong 做的那个手术呢是叫引流法手术，眼睛里面呢就开一个小洞，这个小洞呢就用一个管子打开来，所以它长期呢就不会关起来了。就让它能够把那个里面的液体排出来。对了，就是说它里面又塞一个小细水管。是的，了解。那请问一下，中医在治疗这方面有哪一些方法？中医我们除了用中药之外，我们也可以用针灸来治疗青光眼。针灸啊？针灸该不会是要针眼睛吧？眼睛周围也可以针，不过最有效的穴位，就是我们的行间穴。行间穴根据研究呢，它是属于足厥阴肝经的，可以降低眼压，效果非常明显。我们看电视没事，就在这个穴位这样揉按摩一下吗？确实是有帮助，我也经常有教那些青光眼的病号呢，自己按摩，就常常没错按一下，而且要逆经，而不是顺经，要逆就往上对，不是往下，对，往上 ，OK， 往上。那还有呢？还有，当然我们可以针我们的太阳穴，还有我们的正光明。正光明就是在我们的眉中上0.3的地方，这个正光明穴对眼睛有非常明显的作用。OK， 所以都是能够降眼压，对，然后改善青光眼。对，改善青光眼。那除了针灸之外，服药？对，除了中药，我们还有茶饮。茶饮啊，那太好啦！我喝茶吧，喝茶。好的，那现在呢要泡这个明目茶哈，那医师用什么样的药材呢？我们是用枸杞子，还有胎菊，还有甘草这3味药。它有清肝明目、利水通络的功效。那么它的用量呢，一般上我们枸杞子我们就用5钱，胎菊呢我们用3钱，对，还有呢这个甘草我们就用1片，
就可以了，够了，对够了，吧？一片就够了。所以它好像泡茶这样来泡就对了。对，这样子泡多久大概？一般上可以泡20到30分钟。哦，啊，哇，这味道有一点哦，这味道还有点干咸咸的。对，为什么呢？干咸咸。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甘草呢，甘草它有调和贮药的作用，有一点干哈。所以开始你喝的时候，你以为说它可能会有一些那个菊花的甜味跟枸杞，可是你一喝下去，它给你惊喜，对，有对不对？因为这个菊花不是普通的菊花，它是胎菊的。胎菊。哦，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平常一般人都可以喝吗？还是说一定是有这个青光眼的朋友？一般的人都可以喝，它因为它都是能够清肝明目嘛，都能够利水通。有保护的作用，对，有保护的作用。那除了这个茶饮之外呢，还有这个中药是能够有这个治疗的作用，对不对？对，这是我们的处方草药。OK，我们这个其实是杞菊地黄汤。哦，地黄汤，杞菊地黄汤加减哈。哇，所以我们的组成有熟地、对，山药、山萸肉、茯苓、泽泻、丹皮，我们再加上夏枯草、OK，芦根、车前草，是这些呢就有清肝明目、利水通络的功效。OK，这可以治疗好像视觉比较看东西不清楚，甚至迎风流泪、怕灯啊、怕光啊、怕风啊，效果都不错的。OK，那这帖药主要是治疗的功效，可以自己抓药服用吗？还是最好还是看个中医师呢？当然自己抓药也可以，不过最好还是看一下中医师。对，就量要拿捏的。对，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是。好， OK，最后呢，我想问问医生，运动对青光眼有帮助？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所以呢，大致上来讲呢，运动对很多病情都有好处。研究也显示，运动呢对这个青光眼也有帮助。哦，哇，真的没有想到，对不对？运动也可以帮助到这个青光眼。没错，是的，因为讲真的啦，这个失去视力呢，有些时候呢，就真的好像失去光明这样。是，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保护我们的眼睛。是很重要，是要定期做视力检查，提早发现青光眼呢，甚至可以是延缓或者是预防这个丧失视力的可能性哈。是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真的要谢谢我们的医生还有医师给这个宝贵的意见。没错，那我们也收获良多。是，好，谢谢两位艺人朋友，谢谢彬哥，谢谢慧文，谢谢两位。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我们下星期见，拜拜。